开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自己有网瘾吗？先别急着否认，我另外再加一条，手机瘾也算，是不是有点扎心了？各位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有多少？可以在弹幕里面讨论一下。那今天之所以说到成瘾这个话题，并不是要和大家讨论如何不成瘾，而是在成瘾后如何戒断的方式。那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杨永信这个神男子了。这个人人口诛笔伐的电击恶魔，毒害了无数的青少年，还有那所人间炼狱的豫章书院，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。家长无力管教问题少年，于是这种地方就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希望。那关于这两个事件，我今天也不想多赘述了，大家自行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。那你以为只有咱们国家会有这样那样残酷的戒断场所吗？其实在美国也同样有一所饱受争议的寄宿学校，它对于孩子来说是救赎还是地狱呢？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所邪教校园的大门。在美国缅因州的波兰镇，僻静的森林深处坐落着一所特殊的学校，它的名字叫做爱兰学校。当地的人们都知道，这所学校专收那些问题少年，想必在教育改造孩子那一方面很有一套。许多有钱有势的父母把孩子送到爱兰学校后撒手不管，希望这个地方能够治疗孩子的行为或者心理上的问题。但实际上，这所学校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面，只要揭开虚伪的面具，里面恐怕是比恶魔还要可怕的丑陋人性。爱兰学校成立于1970年，是精神科医生杰拉尔德·戴维森以及投资者大卫·戈德堡和约瑟夫·里奇一同创建的。听到精神科医生所创建的学校，想想就可怕。然而，这个约瑟夫·里奇之前也是一名海洛因成瘾者，后来到了戒毒所戒断后，成为了里面的工作人员。他见到了形形色色的问题少年，于是就萌生了开办爱兰学校的念头。毕竟这些孩子在正常学校里面显得格格不入，父母们也是很心疼，不懂该如何正确的教育纠正他们。因此，爱兰学校的存在正中父母们的下怀。1年5万美元的费用，对于一颗焦虑无助的父母心来说，都不是什么障碍。自然而然的，爱兰学校的口碑也上升到了救世主般的地位。然而，本以为这是个类似于夏令营的生活环境，但是从入学方式来看，这所学校就非同寻常。通常来说，能来这所学校的无非是2种情况，一种是自愿入学的，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相安无事；另外一种则是非自愿入学。爱兰学校则会贴心的提供各种接送服务，不过贴心的是加引号的。因此，这对于当事人学生来说，就像是经历了一场绑架。学校会派出专业的运送人员，选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闯入孩子的房间，给他们戴上手铐，扔进车里面，一气呵成。到达学校后，问题少年要面临着第一项考验，就是没收所有的个人物品，被迫脱光衣服。无论是洗澡还是上厕所，都没有任何隐私而言。约瑟夫·里奇哪有什么科学的治疗方法，无非是根据自己多年来进出各大戒毒所的经验，总结出了一套驯服孩子的方法。他强迫学生们互相尖叫，戴上手铐或羞辱性的标志，甚至鼓励他们进行斗殴。反正约瑟夫打着康复的幌子，做着非人性化的事情。新生们不得不尽快让自己适应爱兰学校的生存规则，唯有服从，才有活着离开的可能。在爱兰学校的生活学习当中，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有罪的帽子，比如说话声音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，洗澡时间不能超过3分钟，不能睡过头，也不能失眠，未经允许不能写作或者绘画，不能盯着别人看，更不能看窗外。如果做出任何消极的肢体语言或者想逃跑，都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。为了监视学生，学校里面还配备了许多督导员，每天的任务就是找到学生的违规行为。更过分的是，没有错处也要制作错处，不然督导员自己也需要面临惩罚。通常来说，学生们的惩罚多种多样，比如做额外的清洁工作，要用自己的牙刷刷马桶，在垃圾箱里面生活2周等等。不过最特殊的要数带上羞辱性的标志。曾经有一个女生被迫打扮成了性工作者的形象，还被要求跳艳舞。如果有学生不听话，他们就会被要求穿上纸尿裤，手里拿着拨浪鼓在校园里面行走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的学生被惩罚扮成狗，只能在地上爬行，用狗盆吃饭，而且必须学狗叫，汪1声表示 yes，2声就是 no。据说约瑟夫还会定期举办全体会议，说白了就是批斗大会，把犯错的学生拉出来示众，然后他还会鼓励其余学生放下你们的感情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对那位学生大喊大叫，进行羞辱。据说最长的一次全体会议持续了1个多小时。虽然爱兰学校对父母保证了3不原则，不吸毒、不暴力、不发生性行为，但这只是美好的幻想罢了。体罚是家常便饭，督导员也要求学生与其他同学竞争，直到对方折服了。按照正常的思维，一旦父母与孩子通话联系，不就暴露了吗？然而，做事滴水不漏是约瑟夫早就想到的这一点。学生拥有打电话回家的权利，但有一个前提，通话内容被全程监听，哪怕是学生表现出一点点抱怨的情绪，都会强制被挂断。以后也别想着再打电话了，写信那就更好控制了，任何一封信都要经过督导员的审查。总之，在爱兰学校，隐私是不存在的。
那看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？这明明是个充满虐待、蛮横暴力的地方，而表面上爱兰学校无疑是给问题少年带来积极向上的希望，实则完全是背道而驰。确实，孩子们能够成功戒毒，但在心理上面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创伤后应激障碍、创伤性脑损伤，甚至死亡，都是司空见惯的后遗症。当然了，学生们对于这该死的学校肯定是恨之入骨，他们称约瑟夫是魔鬼。确实，别说他们了，我们不是当事人听着都牙痒痒。但是有一部分人却对约瑟夫里奇感恩戴德，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这些严格的规定，自己也不会成功摆脱毒瘾。在1982年，爱兰学校的一名学生菲尔·威廉姆斯突然去世，家人被告知菲尔是死于脑动脉瘤，这似乎疑点重重。家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菲尔有什么身体上的异常，怎么脑子里面突然就长瘤了呢？其实菲尔经历了一个动荡的童年，自从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也躺在了疗养院里面。菲尔和其他兄弟姐妹相继被送到了寄宿家庭。菲尔身材娇小，一头卷发，脸上还有个可爱的小酒窝，非常讨人喜欢。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喜怒无常，经常会无缘无故的把自己的头砸向墙壁，有一次还攻击了其他孩子。养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引导纠正他，于是在15岁的时候把菲尔送进了缅因州青少年中心。后来又听说爱兰学校在教育问题少年方面更出色，于是又设法把菲尔送了进去，期待他获得新生。但谁也没想到的是，再见到他的时候，菲尔竟然躺在了棺材里面。当时这件事情传得沸沸扬扬，再加上有学生离开学校之后指控爱兰学校存在虐待行为，曾经学校的相关发言人还做出回应，参加过战争的人都会做噩梦，有些战争是值得一试的。不管指责的声音有多么大，学校一直否认这些指控，多年来也依然有家长愿意支付高额的学费将孩子送进学校。在这里突然想到了咱们国内的一些新闻，当所谓的网戒中心被曝光后，一部分家长都跳脚了，他们不是痛恨学校的所作所为，而是指责那些曝光者，要是学校被迫关停，自己的孩子将何去何从，真是让人唏嘘啊。看到这个标题，是不是有点大快人心了呢？其实爱兰学校的垮台和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，那就是迈克尔·斯卡克尔。1975年，迈克尔杀死了一名女孩，但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，侥幸逃脱了罪行。后来，这个杀人犯被送到了爱兰学校，狂妄自大的他在学校里面吹嘘自己摆脱了谋杀罪，还透露他的姑姑是美国总统肯尼迪兄弟的遗孀，上头有人。在一次互殴中，迈克尔被其他学生殴打。当被质问是否真的杀了人，迈克尔多次否认，最后不堪压力承认了自己犯过的谋杀罪。这时在场所有的人都亲耳听到了。到了2002年，迈克尔离开了爱兰学校，然而谋杀案的调查仍在继续。与此同时，也暴露了迈克尔在学校里面的一言一行。在审判期间，他声称自己是被学生和督导员折磨才被迫认罪的。法庭还邀请了当年同期的学生。就这样，爱兰学校被迫暴露在聚光灯下面，言语之间，他们向广大媒体曝光了学校的非人待遇，虐待程度令人瞠目结舌。这也标志着这所学校开始走下坡路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关于刚才提到的菲尔的死，在30年后也逐渐揭开了真相。有目击者称，当时学校里面有一个拳击场，约瑟夫会鼓励孩子们上场互殴，而菲尔生前就是经历了登上拳击场。在上场之前，菲尔曾抱怨自己头痛，但被无视了。后来拳击开始没多久后，他就倒下了，脸色发青，全身抽搐，最后被工作人员紧急带走。可怕的是，不到1天的时间就传来了他的死讯，但当时没有人敢为他伸张正义，原因也是显而易见。后来又有新的证人作证，因为时间久远，回忆的细节上有所不同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。随后，菲尔的家人要求警方重新调查此事，要求真相大白。这样那样的丑闻，使得再没有人敢把孩子送进爱兰学校了。随着互联网媒介的发展，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针对于该学校的讨伐运动，很多参与者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人。终于在2011年，爱兰学校走投无路，正式关闭。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不会缺席。当然，也有一部分从爱兰学校毕业的学生，在后来的生活当中并没有受到什么负面影响，但是毫无疑问，大多数学生都受到了严重的心理伤害。据说所谓的督导员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教育学、心理学的学位的，很多都是从那里毕业的学生，从受虐待的角色转化成为施暴者，赚到了钱，自然也就不会声张了，一环扣一环。地狱空荡荡，恶魔在人间，孩子们暂时屈服于暴力之下，除了得到生理上的痛苦，后续的精神创伤又该如何治愈呢？但凡有人关心这一点，恐怕就不会这样了吧。可悲的是，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冰山一角罢了，当真相的遮羞布被扯开了一点点，就足以让人感到错愕。至于这背后到底涉及了哪些人，还有哪些未知的死亡事件，绝对是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。有的话不想说了，
只希望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有些事不被提起，不代表没有人记得。那在当下，像所谓的网戒中心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，但现在比较流行的减肥中心却是比比皆是。在这其中也有不少减肥到去世、减肥到残疾的案例，各种打着健康减肥、科学瘦身的口号，有些人出来之后却曝光里面根本没有合理的饮食和科学的减重方式。那么这部分灰色产业机构又是如何得到合理的发展的呢？各位可以在弹幕里面讨论一下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真正该被改造的人到底是谁？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那如果你们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